花开锦绣，手剥炸了。表面是宅斗爽剧，背后却藏着封建家族最残酷的真相。如果你以为《花开锦绣》只是一部普通的古装宅斗剧，那么看完前4集之后，你可能真的会改变想法。8月9日，《花开锦绣》正式登陆腾讯视频，首播直接放出4集。丁禹兮、邓恩熙携手实力派演员登场。本来很多观众只是抱着看看古装男女主斗智斗勇的心态点开，结果没想到4集看下来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，竟然不是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，而是这个家族本身。表面上，这是一个讲权贵家族宅院争斗和人物博弈的故事，但真正看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花开锦绣真正想讲的是一个女人究竟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而这个问题，在封建家族里，答案残酷的让人窒息。先说最吸引人的地方，花开锦绣确实很懂商业古装剧应该怎么拍，人物关系复杂，矛盾一层接一层，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算盘。同一个家族里，今天还在笑着说话的人，下一秒可能就已经开始算计你。尤其是内宅中的各种交锋，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简单的坏人，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。但如果你只是把这些情节理解成宅斗爽点，那就低估了这部剧。因为越往后看，越能发现这些所谓的争斗，其实全部建立在一个更加残酷的规则之上，那就是家族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命运。尤其是女人，在那个时代，女人的婚姻、名声、清白，甚至生命，都有可能成为家族手中的筹码。他们可以被用来维护家族声誉，也可以被用来换取权势和利益。最可怕的是，有些人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规则。而老祖母就是整部剧里最值得分析的人物之一。表面上，她似乎是最疼爱孙女、最在乎家族名声的长辈，她会关心孩子，也会维护家族。可是随着剧情推进，观众会慢慢发现，这份所谓的疼爱其实是有条件的。只要你能够维护家族的利益，你就是他眼中的好孩子。可一旦你成为家族的麻烦，所谓的亲情就会瞬间变得脆弱。最震撼的一幕就是老祖母竟然派人毒害自己的亲孙女。很多观众看到这里可能都会问，一个老人为什么能够对自己的亲孙女下如此狠手？答案其实就藏在这部剧最核心的主题里。因为在他的价值观中，家族名誉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重要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位老祖母自己很可能也曾经是封建规则的受害者。可是当他熬过那个时代之后，他没有选择打破规则，反而成为了规则最坚定的维护者。这才是花开锦绣最可怕的地方。一个曾经受伤的人，最后竟然成为了伤害下一代的人，受害者变成施害者，而这个循环也成为了整个家族最悲剧的地方。再来看邓恩熙饰演的女主，她和传统古装剧里的柔弱女主其实有很大的不同。她不是一个只想着在深宅大院里求得一席之地的女人，她真正想要的是走出这个家族，她想要自己决定人生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当周围所有人都在告诉她，女人应该听从长辈安排，应该维护家族名声，应该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时，她却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：凭什么我的人生必须由别人决定？这句话也许才是女主真正的反抗。而剧中女主和嫂子的那场对话更是非常有意思。嫂子直接告诉她，你以为老祖母是真的疼爱你吗？其实你也只不过是一颗棋子。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恶毒，但讽刺的是，她说的很可能就是事实。嫂子这个人物虽然自私、偏激，甚至有些疯狂，但她却看穿了这个家族最真实的一面。有时候，最像反派的人，反而是第一个把真相说出来的人。这种人物设计让花开锦绣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更多层次。而如果一定要找一部作品来对比，《红楼梦》或许是最容易让人想到的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豪门家族，表面上拥有财富、礼法和体面，实际上内部早已经被利益和权力慢慢腐蚀。花开锦绣同样如此。这个家族看起来拥有所谓的规矩、名声和荣耀，可是扒开表面之后，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体面不过都是利益包装出来的。甚至男主也曾讽刺过，这个家里的钱并不干净。
一句看似简单的话，却像一把刀，直接划开了整个家族最虚伪的一层皮。当然，花开锦绣并不是只想告诉观众这个家族有多黑暗，他真正想讲的是女主如何从这个黑暗的环境里走出去。她不是单纯想赢一场宅斗，她想赢回自己的人生。这也是为什么她这个角色越来越让人期待。还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，剧中的婚姻关系同样充满讽刺意味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看似是传统家庭秩序，实际上却可能成为家族交换利益的工具。婚姻不是因为爱情而存在，而是因为利益需要而存在。今天可以把女儿嫁出去换取支持，明天也可以牺牲另一个人的幸福来维护家族。当一个家庭把权力和利益看得太重之后，最先消失的往往就是亲情，甚至连母子之间都可能因为利益产生算计。这才是花开锦绣真正的残酷。而且这部剧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，他没有把所有答案都直接告诉观众。很多台词表面上是在说花，在说家事，在说婚姻，但真正的意思可能完全藏在另一层。这种话里有话的表达方式，让观众必须自己去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花开锦绣并不是一部看完就结束的爽剧，它更像是一层一层剥开一个家族的表面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是宅斗；第二层，你看到的是婚姻；第三层，你看到的是女性命运。再往深处看，你会发现，它其实是在讨论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：当一个时代把家族利益放在个人生命之上，人究竟还能不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？而演员们也给了这层故事足够的支撑。丁禹兮、邓恩熙，包括饰演老祖母、母亲以及其他重要角色的演员，都没有把人物简单演成脸谱化的好人或者坏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想保护的东西，所以观众才会越看越纠结。你可能讨厌一个角色，但下一秒又突然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。你可能觉得一个人冷酷无情，但转念一想，他也许只是被这个时代塑造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这就是花开锦绣目前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它有宅斗的刺激，有人物之间的智斗，有古装剧的视觉吸引力。但在这些娱乐元素之下，它真正讨论的却是权力、家族、女性和命运。所以，如果只用古装商业剧来定义花开锦绣，显然还不够。前4集已经释放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，这部剧真正的看点可能不是谁最后赢了宅斗，而是谁能够真正走出那个牢笼。尤其是女主，她究竟能不能挣脱家族给她安排好的命运？老祖母最终会不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？这个家族又会不会因为那些被隐藏多年的秘密彻底走向崩塌？答案还要继续往下看。但至少现在可以确定，花开锦绣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宅斗爽剧，它正在用一场场看似普通的家族争斗，讲述一个更加残酷的故事。有时候，真正困住一个人的，并不是一座宅院，而是那些从小被告诉你必须遵守的规则。而真正的自由，也许就是有一天，你终于敢对所有人说一句：我的人生，我自己决定。你觉得花开锦绣前4集最大的看点是什么？是丁禹兮和邓恩熙的角色线，还是老祖母背后的家族逻辑？如果继续保持这个质量，你觉得它会不会成为今年值得追下去的一部古装剧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我们每天带你看更多最新鲜、最有话题度的华语娱乐资讯。